末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，但好在我们有拆不完的快递。妈，快递已经到了，我这就去拿。小雪，你自己在外面过年要照顾好自己。知道了，妈妈，放心吧。我的眼眶瞬间红了，又担心妈妈发现我的异样，就赶忙挂了电话。突然有个人撞在我肩膀上，疼得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过年不放假已经很悲催了，现在又莫名其妙被撞，我不悦地冲对方说：你怎么回事？走路也不看着点。那人缓缓地抬起头，脸色清白，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，他森森然的举动让我心生恐惧，默念一句神经病后赶忙快步离开。快递驿站里很冷清，只有小刘和大黄在值班。你春节也没回家？小刘惊讶地问。我无奈地耸了耸肩，说了取件码，抱着沉甸甸的快递刚走出驿站，就看见路对面一个男人姿势怪异地走着，头快递到胸前了，腿僵硬地向前迈步，胳膊无力地垂着。我一脸好奇，忍不住对派送车旁的大黄说：黄哥，你看对面那人怎么回事？大黄没吭声，一直低着头，以为他没有听到，我又重复了一句，大黄依旧没有任何反应。我有些尴尬，正准备直接离开，就在这时，我的肩一沉，一只手落在肩膀上，转身的刹那，大黄的脸无限放大，面如死灰，嘴唇铁青。我吓得惊声尖叫，连连后退，夺命似的想跑回驿站。千钧一发间，一个水桶从天降，扣在大黄的脑袋上，他嘴里发出奇怪的吼声。下一秒，我就被人拽进驿站，门被砸得哐哐作响。小刘死死抵住了门，赶紧帮忙！一声吼叫让我瞬间回过神来，和驿站里的其他几个人将货架挪过去堵在门口。做完这些，我灰头土脸地瘫倒在椅子上。就在这时，路上传来一阵惨叫，透过玻璃镜看去，似乎是之前那个走路怪异的男人扑倒了一位行人。这一幕让我的汗毛都立了起来，也让我想到丧尸。驿站里避难的人开始抱怨眼下的情况：大过年的遇到丧尸，真够倒霉的。一个衣着艳丽的小萝莉嘟着嘴巴抱怨：谁说不是呢？我就来取个快递，现在连家都回不去了。男人推了推眼镜，满脸愁云：我比你们更倒霉，我是来帮别人拿快递的，我招谁惹谁了我？一个20多岁的大男孩哭丧着脸。我赶紧打电话询问家里的情况，得知妈妈一切安好时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其他人也陆续联系了家人，互报了平安。外面依旧很嘈杂，不时传来的惨叫声代替了原本该出现的鞭炮和欢笑声，总有不明生物来撞门，每一下撞门声都让我心惊肉跳。不知会在这里躲多长时间，我不敢浪费手机电量，于是找个角落闭着眼睛休息，可是心里又乱又怕，没有一点困意。直到肚子咕咕乱叫，我才睁开眼睛，周围更暗了。看了一眼手机，已经下午6点了，这时间都要吃年夜饭了。想到往年团圆温馨的画面，不禁悲从中来，眼眶有些湿润。要不我们吃顿年夜饭吧，就算是死也做个饱死鬼。大男孩突然提议，大家纷纷点头，满脸期待地看向小刘。面对众人殷切的目光，小刘满脸尴尬。平日工作忙，我们都吃外卖，店里根本没有存粮。那我们也点外卖。小萝莉提议。这外卖员来了，怕是真的给丧尸送外卖了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饿肚子吧？就算这一顿不吃，那以后呢？总不能天天饿着。大男孩说出了众人的担忧。要不然我们拆快递看看。末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，但好在我们有拆不完的快递。要不我们拆快递吧？听完我的建议，大家都愣住了，齐刷刷地看向我。我被看得浑身不自在，赶紧把头低下去，小声地解释：总不能就这么饿着吧？这个建议太棒了，宝贝，你就是个天才。小萝莉拍手叫好：姐姐，你是我的神！大男孩也附和着。眼镜男虽然没说话，眼里却流露出赞许的神情。不行，这是顾客的东西，我们不能私自拆开，否则是要理赔的，这关系到我们驿站的信誉。一直沉默的小刘坚定地说：命都要没了，谁还在乎信誉？小萝莉撇了撇嘴：就是啊，实在不行，等咱们出去后再和那些顾客解释。小刘依旧一脸为难。我们可以先报一下自己的快递，看看有没有能吃的。眼镜男一针见血：我的是化妆品，还有一箱辣条。我带去的是球鞋，我的是纸尿裤、隔尿垫，还有1桶奶粉。要不然咱们喝杯奶粉充充饥。哎，我的是我妈寄过来的年货。我的话音未落，4个人一下子把我围了起来。
眼神里都是崇拜。啊，可惜丧尸追我时被我吊在外面了。我心虚的补充，切，不知道还在不在，要不然把门打开，把快递捡回来。小萝莉满眼期待。能行吗？我有些担忧地问。小刘迟疑了几秒，搓了搓手，站起身直奔门口。他刚靠近门口，砰的一声巨响从外面传来，接着是几声恐怖的嘶吼。小刘下意识地后退了好几步，其他人也都吓得够呛，戒备地噤了声，无人再敢提去外面拿快递的事情。看着外面聚集的丧尸越来越多，我的内心也低落到谷底。我们也都尝试地拨打过求救电话，可是一直都是忙音状态。网上也全是铺天盖地丧尸咬人的消息，谁也不知道我们会在这里待多久。房间里却安静的可怕，每个人的神情都很茫然。我捂着渐渐发疼的胃，不停地祈祷这场灾难赶紧结束。一声响动从角落里传来，我吓得汗毛再次立了起来。原来是小刘起身时碰到了旁边的椅子，他咬了咬牙，抓起一把剪刀。你要干嘛？我有些担忧。拆快递，找些吃的。我们交换了一下眼神，默默跟在小刘身后。小刘挑了一个比较大的快递，看他的模样分量不轻。我瞟了一眼快递包装，收件人叫团子小姐，眼前瞬间勾勒出一个胖乎乎的宅女姑娘形象。我对这个快递充满了期待，紧张地盯着小刘接下来的动作。然而当小刘把一大袋狗粮从快递箱里拿出来时，我的脑袋嗡的一下，失望爬上了心头。先别丧气，再看看别的。我点了点头，拿起一个名叫诚意圈外老婆的快递，心里默念不要让我失望。我拿起剪刀，小心翼翼地划开胶带，里面还有一个包装袋，看起来鼓鼓的。你猜是什么？小萝莉突然凑过来问。我摇摇头，肯定是玩偶一类的，能叫这个名字的人都有一颗少女心。果然，包装袋里是一只玩具兔子，可爱又粉嫩。小萝莉惊呼着要和它自拍发朋友圈，手机举起的刹那又放了下去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谁还有心思看朋友圈啊？这兔子好看是好看，就是不顶饿。唉，要是熏兔就好了。我想吃我妈做的红烧兔头了，她每年过年都做。我小声地嘀咕了一句，眼眶不自觉地红了。哎，快看，这是什么？我忧伤的情绪被大男孩的话打断，赶紧凑了过去。他拆出的是5根哈尔滨红肠、五谷凤爪和麻辣豆干，妥妥的下酒菜。你这手气真不赖，幸运男孩啊！你再挑一个拆开。大男孩被夸得两眼放光，又喜滋滋地选了一个快递，自信地拆开。哇，是一盒速溶咖啡和纸杯。牛啊！饮料也有了，你再拆个主食出来，最好是饺子。小萝莉一脸崇拜，大男孩自信心爆棚，吹着口哨从一众快递盒中选中一个，然后在万众瞩目下拆开了快递。当他将一包女性黑丝举起来时，脸涨成了猪肝色，尴尬的神情惹人发笑。饺子，是饺子！眼镜男的声音突然传来，那语气比中了大奖还高兴。眼镜男拆出了4袋饺子，2袋猪肉大葱，2袋香菜鸡蛋。香菜馅儿的都没听过。小萝莉在一旁迎合着。有锅吗？我问小刘。有。我的笑容加大。不过煤气用完了，还没来得及换新的。No， 还有比这个还悲催的吗？小萝莉忍不住哀嚎，我的表情也垮了下来，心沉入了谷底，不自觉地叹了一口气。不过这有电磁炉。老弟，咱说话能别大喘气吗？就连沉默寡言的眼镜男都忍不住吐槽。小刘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。紧接着我又翻出一个已经快被压扁的快递箱，原本对它没有丝毫期待，可当我看到里面是几包螺蛳粉时，恨不得开心的手舞足蹈，因为这是我的心头爱。还有这些。我们把刚才拆出来能吃的东西都摆在了桌上，大家脸上写满了喜悦，看着五花八门的东西，听着外面丧尸的咆哮。终于在0点钟声敲响前，我们在大小不一的快递里凑了一桌年夜饭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末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。在大小不一的快递里，我们终于凑了一桌年夜饭。晚上睡觉前，我又开始尝试着寻求救援，可依然还是没有任何动静。但最让我担心的是，妈妈那边也没有了消息。这怎么睡啊？小萝莉在一旁不满地抱怨，因为驿站条件有限，只有2楼的卧室是工作人员平常休息的地方，除了卫生间和简易的厨房外，只有一个破旧的3人沙发。而更糟糕的是，驿站经常会接收一些保鲜产品，所以屋内也根本没有暖气。哎，这里有几床被子？眼镜男问小刘。2床，1床厚的，1床薄的。刚才我拆出来一个羽绒服，应该能用上。我将羽绒服拿出来抖了抖。这样吧，楼上的床给2位女孩睡，再给她们1床厚被子，咱们几个轮流守夜，剩下的……小刘话音未落，不行，
我不喜欢和别人一起，我想自己睡，给我一床被子吧，我还特别怕冷。小萝莉低下头，弱弱地说道，但话中丝毫没有客气。大男孩耸了耸肩，表示无所谓，一切听从安排。小刘却有些犹豫，因为楼下的温度会比楼上更低。原本他们3个一床被子，有人守夜，另外2个人稍微凑合一下也是可以。可他实在不擅长对付女孩子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犹豫道：“那薄被子就给……不行。”眼看着小刘说出被子都给女生，眼镜男猛地抬起头，坚决地发表意见。4个人的目光齐刷刷地对准他。下一秒，眼镜男的眼眶竟然红了，他把眼镜摘下来，用力地擦拭了2下眼角，又颤抖着双手把眼镜戴上。你们2个女生一起就凑合用1条被子吧。我老婆快生了，我不能生病，我还得去找她。眼镜男哽咽地说着。那你们自己想办法吧。我的余光瞥见小萝莉不停地撇嘴。驿站顿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，谁也不愿意妥协。我抠了抠手指，不着痕迹地叹了一口气。我有羽绒服就够了，被子给你。谢谢，你人真好。被发好人卡的我默默耸了耸肩，抱起了羽绒服往楼上走去。旁边的小萝莉依旧在哼哼唧唧。呼呼的风声伴随着丧尸的吼叫，在寂静的夜晚格外明显。尽管我很疲惫，可始终都没有睡着，耳旁边听着小萝莉轻微的鼾声。突然，砰的一声响动从窗口传来，我睁开眼睛，顺着声源望去，模模糊糊间，一个黑漆漆的人影在攒动，难道是丧尸？瞬间，我的呼吸急促，冷汗不停地往外冒，我紧抿嘴唇，不敢发出一丝声音。丧尸会不会攻击我？我该怎么办？就在我不知所措时，那个身影竟然消失了。难道是我的幻觉？我闭上眼睛再睁开，努力看过去，窗前依旧空荡荡的。我无奈地苦笑了一下，自己竟被吓得神经兮兮。第2天，我被一阵咳嗽声吵醒，茫然地睁开眼睛，看着陌生的环境，脑袋有些短路。直到小萝莉的抱怨声，才把我拉回现实。大冷的天不关窗户，是不是有病？把我都冻感冒了，谁这么缺德？窗户果然开了一道缝，冷气嗖嗖往里灌，怪不得越睡越冷。小萝莉连打了2个喷嚏，紧接着是一阵咳嗽。不会是你故意把窗户打开的吧？我睡床又有厚被子盖，你心里嫉妒。小萝莉眼神不善地盯着我，越说越觉得自己分析得很有道理。我没你那么无聊，内心也不黑暗。她莫名的针对让我也没了好语气，我径直忽视她朝楼下走去。楼下的男士已经起床，大男孩低头打游戏，眼镜男在拆快递，小刘正用电磁炉默默煮水饺。小萝莉一下楼就噼里啪啦地说着自己挨冻的经历，还不忘用恶狠狠的目光叨我。这风也太大了，竟然能把窗子吹开。窗子上了锁的，风不可能吹开。小刘坚定地说。你确定窗户上锁了？我无视了小萝莉的阴阳怪气，紧紧盯着小刘。在得到确认后，脑海里闪过昨晚上看到的那个黑影，那不是我的幻觉，那他到底是谁？我的心渐渐沉了下去，抬头小心翼翼地扫了一眼其他人，细思极恐下，鸡皮疙瘩爬满了全身。一阵毫无章法的敲门声突兀地响起，我下意识地向后退了2步，惊恐地看着门口。小萝莉刚想尖叫，却被小刘抢先一步捂住了嘴巴，小声地警告她不许出声。敲门声更加激烈，压得我快要喘不过气来。就在这时，门口突然传来了说话声：“有人在吗？”是谁？末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，但好在我们有拆不完的快递。有人在吗？开个门吧！一个颤巍巍的声音从门外传来。小刘表情凝重地抓起一个平底锅，一点点地靠近门口，透过旁边的玻璃窗悄悄看过去。一个头发凌乱、满脸疲惫的中年女人站在门外，手上还提着一个黑色购物袋。你是谁？小刘深呼一口气，试探着问。女人看到小刘，脸上一喜。哎，你是小刘吧？我是大黄老婆，我在大黄手机里看过你的照片。嫂子？小刘有些疑惑。哎，是我。大黄过年都没回家，给他打电话也不接，我不放心他，就过来看看。我脑海里瞬间浮现出大黄被感染后的恐怖画面，心里有一丝难过。小刘也很动容，刚想靠近门口，就被人猛地拉住。你疯了吗？凭他的3言2语就开门，他万一被感染了怎么办？眼镜男一脸不悦，小刘一愣，而后自言自语，他看着不像。外面都是丧尸，他一个人怎么走到这里的？小萝莉撇了撇嘴，大男孩也配合着点了点头。我也不赞同小刘盲目开门的举动，毕竟现在情况特殊。女人依旧在门口不停地解释，眼镜男快步上前，直接抵在了门前。他冷静地分析，
我在网上也看到过相关的新闻，丧尸会不停地进化，甚至在人类面前隐藏自己。你怎么确定他有没有被感染？就是，你可别把我给坑了，我还没活够呢。小萝莉连打了3个喷嚏，吸了吸鼻子。面对众人的反对，小刘冷静了下来。他扭过头，不再看门外的女人。女人的拍门声越来越重，周围隐约响起了丧尸低沉的吼叫声。赶紧想办法让他走，不然丧尸都会围过来了。小萝莉细声尖叫地喊着，被她这么一喊，我们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。我着急地对门外喊：“你快走吧，大黄已经变成丧尸了，我们也不知道在哪里。”听到我的话，女人瞬间面色灰白，绝望地立在了原地，眼泪从眼眶里滚了出来。她哀伤的情绪让人动容，我的心也有些泛酸。丧尸会流眼泪吗？我喃喃道：“先放他进来吧。”那也不能开门。小萝莉尖叫着阻止。小刘满脸不悦，冷眼看着小萝莉。驿站的物资有限，多一个人就代表着多一份消耗。一声刺耳的尖叫打破这份沉默，大家不约而同地向窗外望去。女人惊恐地拍着玻璃门，眼泪疯狂往下飙。她声嘶力竭地喊着：“小刘，救救我！求求你了，把门打开！求求你了！”她身后的拐角处，不知何时出现了2只面目狰狞的丧尸。我紧张的嗓子发干，着实为女人捏了一把汗。求求你们了，把门打开吧！我也有食物的。对了，我这里还有一些急救药品。女人的声音依旧在门外回荡。眼镜男看了一眼众人，他这样砸门会吸引更多的丧尸进来的，必须得想个办法。是啊，不然大家都会完蛋的。大男孩无所谓地摊了摊手心。那不行的话，先把他放进来，我们几个可以先控制住他。小萝莉在听到女人的话后也没有吭声。许是谁都不愿看着眼前好好的人直接变成丧尸，眼前确实并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。片刻后，小刘顺势冲向门口，和我、大男孩3人合力推开货架。就在小刘准备打开门时，女人的惨叫声再次响起。眼看一个丧尸已经来到他的跟前，千钧一发间，小刘使出吃奶的力气将平底锅开在丧尸的脑袋上。我趁机将女人拉进驿站，安置在可控的角落。等货架彻底挡在门口时，大家都筋疲力竭地喘着粗气，我的手心也冷汗淋漓。外面丧尸的吼叫依旧让人毛骨悚然。那他该怎么办？小萝莉悠悠的声音从一侧传了过来。女人依旧惊魂未定地站在角落不停地抽泣。我叹了口气，我们先收拾个地方，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，先让你自己在屋里待着。女人小声啜泣着，嘴里一直念叨着谢谢。众人把杂物间先收拾了出来，让女人先住了进去，顺便给她递了一些食物。时间过去了2天，女人一直待在屋子里，并没有出现异样。但直到今天早上，快来帮忙！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，但好在我们有拆不完的快递。楼下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我急匆匆地下了楼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众人的表情十分严肃，杂物间里砰砰砰的响动代替了回答，门也被砸得摇摇欲坠。他怎么了？我紧张地问。门后的女人突然发出一阵低沉的嘶吼，突然一只手从门中央砸出一个洞口伸了出来。陡然间，我看到她手腕上黑色的伤口，整个人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她被丧尸咬了。我不可思议地望向小刘，他看出我的疑惑，艰难地点了点头。不会吧？我几乎崩溃地否认，女人这几天的隔离并没有异常啊，她到底是什么时候感染的？一想到之前收到的消息中有讲丧尸会隐藏在人类当中，我顿时感觉毛骨悚然。难道和我朝夕相处的这些人中，一直隐藏着一个丧尸？我抬头小心翼翼地瞄着众人，脑子里乱极了。女人越发的暴躁，开始破坏砸出来的那个洞。众人卖力地开始加固房门，我依旧警惕地观察着他们，但心里也泛起了嘀咕：难道是我想错了吗？等等，这个屋子里还有一个人被我忽视了。是他。我忽然想起小萝莉到现在为止都没下楼，她不可能没有听到动静。就在这时，我的身后传来了哒哒哒的脚步声，猛地转过身去，小萝莉一脸不悦地从楼上走下来。一早上乒乒乓乓的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我可是个病号。小萝莉盛气凌人地抱怨。那女人被感染了。我快速说完这句话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。什么？小萝莉似乎没听清，不耐烦地问。她变成丧尸了。我指了指杂物间的方向，小萝莉脸上的血色迅速褪去，嘴唇微微颤抖。我早就说不要让这个女人进来，是你们不听劝。你们要死可以，千万不要拉我垫背啊！没过一会儿，3个男人已经将门加固完毕，个个汗流浃背。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小萝莉眼神忽闪。我怀疑我们当中有隐藏的丧尸，而且昨天半夜我有看到一个人影靠近杂物间。
眼镜男吐出一句话，让众人纷纷都盯向了他。你的意思是有人故意这么做的？那不然说下昨晚上大家都在干嘛好了。我昨晚上一直在床上打游戏，期间去了几次厕所。大男孩说完，指了指他用纸盒搭建的简易床。你没靠近过杂物间？小萝莉狐疑地打量着他。没有。你说谎！昨天半夜我看到那个人影之后，四处打量，只有你不在床上。眼镜男笃定地说。大男孩一愣，随即挠了挠脑袋。那也算吗？我就是找充电器路过而已。你的充电器怎么会在杂物间附近？除非你之前去过。小萝莉咄咄逼人。我还听到了你和女人的对话，你问她想离开吗？眼镜男又补了一句。瞬间，众人看大男孩的眼神变了，戒备又带着一丝恐惧。我真的比窦娥还冤。昨晚我充电器不见了，就四处找充电器，没想到竟然出现在了杂货间的门口。我还纳闷呢，那女人问我什么时候放她出去，她家里还有3岁大的孩子，我就随口问了一句。大男孩脸涨成了猪肝色。要我说，你的嫌疑更大。我看到昨天白天你和女人称姐道妹了呢，那女人还给了你一包东西，没准你就是那手把她给咬的呢。大男孩话锋一转，矛头直指小萝莉。胡说八道！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小萝莉一下子激动起来，叉着腰恶狠狠地警告大男孩。你先解释解释，在门口和女人都干了什么？大男孩不甘示弱，面对众人警告的目光，小萝莉认命地低下了头，说出了真相。女人看到小萝莉不停咳嗽打喷嚏，告诉她说自己那里有感冒药。小萝莉为了和对方套近乎，就喊了她几声姐姐，然后她就把感冒药给了小萝莉。我真的没问题，我发誓。你们要是不相信，可以让他给我对质。小萝莉委屈地指了指女人的方向。杂货间里，女人用身体重重地砸在门上。你说的轻巧，他现在这样，你觉得还有可能和你对峙吗？我抬了抬下巴，用眼神点了点女人。大家看向小萝莉的眼神更冷了。你有什么权利说我？这群人里你的嫌疑最大，因为每天是你给他送饭，和他接触最多，随时都有机会下手。你这么热情地让他进来，该不会想给自己多备一份食物吧？小萝莉嗤笑，几道利剑般的目光又齐刷刷射向我。我还来不及解释，一个重物向我袭来，我的眼前一黑。末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，但好在我们有拆不完的快递。我头顶吃痛，眼前一黑栽了下去，好在有人接住了我。迷迷糊糊间，听到小刘呵斥：“你干嘛？为什么要动手？”这不能怪我，谁让当初他开窗把我冻感冒了？再说了，他极有可能是丧尸，我这叫防患于未然。小萝莉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原来是他袭击的我。”我在心里愤恨地问候了他。每个人都有嫌疑，你却偏偏攻击他，你这不地道。神经有些大条的大男孩都看不下去了，替我争辩。切！痛感终于过去，我缓缓地睁开眼睛，盯着小萝莉，咬牙切齿地问：“你凭什么怀疑我？别忘了当初是谁让我去送的饭。”女人被关后，她的1日3餐需要有人送到门口。小刘主动说他负责送饭，小萝莉和眼镜男都提出了反对，理由是他和女人算是熟人，小刘极有可能心软把女人放出来。大男孩说他可以去，也被小萝莉给否了。他担心女人是进化的丧尸，大男孩很单纯，极有可能被骗。小萝莉打量了众人一番，最终把送饭的事情交给我，美其名曰我胆大心细有担当。虽然知道是小萝莉故意针对我，小刘感激的目光却让我违心的点了点头。小萝莉被我问得哑口无言，连翻了几个白眼。她的1日3餐的确由我负责，不过每次送饭都是在大家吃饭前，我是在众目睽睽下走去杂货间的，每次逗留的时间都不超过2分钟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继续反驳道：“反而你莫名其妙的打我，不就是让我替你背黑锅吗？”我没有！小萝莉尖叫：“你的确有贼喊捉贼的嫌疑。”眼镜男推了推镜框，冷眼看着他：“戴个眼镜真把自己当柯南了？”小萝莉冷哼一声：“你说我有嫌疑就有嫌疑了？你算老几？我还觉得你长了一张丧尸脸呢。”小萝莉就像疯了一般，逮着谁对谁，叫嚣着让眼镜男坦白他这几天的行动轨迹。眼镜男皮笑肉不笑地弯了弯嘴角，说出了一个好字：“我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拆快递和打电话，现在你们的食物和水也都是我拆出来的。”眼镜男说完这些，平静地扫了大家一眼。小萝莉抠了抠手指，尽管脸上写着一丝不屑，也没有开口反驳。我和小刘没吭声，等待着他的下文。眼镜男停了几秒，继续开枪：“我每天都希望可以联系救援队，因为我老婆快生了，她一直联系不上。我比谁都渴望这场灾难快点结束。”眼镜男的声音中带着一些哽咽：“大哥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”大男孩被狠狠地共情。
我不动声色地观察眼镜男，他的表情天衣无缝，看不出一丝破绽。他也不是丧尸。接下来还剩下小刘，众人的目光纷纷投向了他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！小刘连连摆手，他擦了擦额头上的薄汗，深吸了一口气。我承认，之前偷偷去看过嫂子，我是动过想放她出来的念头，毕竟她是大黄的老婆。我和大黄一起工作了5、6年，平日里他把我当亲弟弟一般看待。现在大黄出事了，我要是对嫂子再袖手旁观，也太不是人了。小刘说着有些难过，眼泪险些掉下来，他赶紧用手背蹭了蹭。根据小刘描述，他一共看望过女人2次，给她拿了点水果和饮料，安慰女人一切都会过去的，让她别灰心。看他光明正大的就好了，为啥要偷偷摸摸？你就是做贼心虚。小萝莉又来了精神，开始攻击小刘。小刘不满地看了一眼小萝莉，现在物资紧缺，我就是怕别有用心的人拿这个大做文章。哼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小萝莉阴阳怪气。我发誓，真的不是我。如果我是丧尸，我会对嫂子下手吗？听到这，所有人都噤了声，只剩下小刘不停地喘着粗气。一场争论后，大家不欢而散。关于谁是丧尸的问题依旧没有一点头绪，每个人都紧张兮兮，敌视地看着彼此。夜再次降临，我躺在沙发上辗转难眠，这份恐惧比刚经历丧尸时更可怕。模糊间，那个黑影又出现了，我正打算喊人，他身子一闪，再次消失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猛地从沙发上坐起来，小萝莉背对着我睡得很熟，丝毫没察觉到异样。我蹑手蹑脚地下了沙发，小心地站在楼梯上，弯腰向1楼张望。3个男士都在各自的位置睡着，大男孩甚至还在打呼噜。我的心里乱极了，抖着双腿回到沙发上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的脸上一阵阵发凉，竟然有液体滴在皮肤上。我的心里一惊，猛地睁开眼睛，一张清白的脸出现在头顶，两眼无神地盯着我。冰冷的液体滴到了我的脸上，我猛地睁开眼睛，一张清白的脸赫然出现在我眼前。你干嘛？望着小萝莉清白的脸色，我轻声问，但她依旧直勾勾地盯着我，低声呜咽着。我意识到不对，警觉地从沙发上迅速爬起来，手忙脚乱地和她拉开距离。她变成丧尸了。下一秒，小萝莉就像疯了一样向我扑来，快来人，救命！我一个闪身躲过了她，声嘶力竭地冲楼下喊，快来人，小萝莉变成丧尸了！就在我下楼梯时，小萝莉顺势扑在我的身上，我吓得惊声尖叫，绝望地闭上眼睛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小刘和大男孩及时出现，直接控制住了小萝莉。小刘关切地看着我，我想告诉他自己没事儿，可一开口，眼泪再次流了出来。别哭了，有我在，没意外。大男孩故作轻松地冲我挑了挑眉，小萝莉猛地用力，差点挣开束缚。我的天，他的力气怎么这么大？大男孩惊讶不已，小刘的表情也很难看。2个男人被他带得东倒西歪，眼看着距离窗户越来越近，我灵机一动，急忙将窗户打开。小刘和大男孩看到我的举动，瞬间明白了我的意图。不知道他疼不疼？大男孩的这句话让我哭笑不得，我扯了扯嘴角，眉头却又皱了起来，左手一阵发痛，手心不知何时多了一道口子。你被他咬了？小刘抓着我的手腕，压抑地问。不是吧，又来一个！大男孩一下子跳起来，和我拉开距离。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坚决地说，不是被咬的。真的？应该是我刚才在窗台划伤的。我看着伤口的形状，大胆地推测。大男孩猜疑地看了我一眼，把腿靠近窗边，在看到窗台玻璃碴子上的血迹后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但随后他又疑惑地皱着眉。奇怪，这玻璃明明是好着的，这玻璃渣子是哪里来的？这可不是普通的玻璃渣子。小刘又看了一眼窗户，那他真的是潜伏的丧尸吗？我还来不及说些什么，身后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眼镜男跑了上来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他跑得很匆忙。小萝莉变成丧尸了。我说到这里停了一下，不着痕迹地看着他，眼镜男的眼里闪过一丝金光。我早就怀疑他了，藏得还挺深，开始我就觉得他不像好人。眼镜男咬牙切齿地说，但当我看到了他镜片上的裂痕后，不由得心头一颤。你刚才为什么没有上来？你的眼镜怎么了？我看着他的眼睛问。眼镜男瞟了我一眼，迅速解释说，我在上厕所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你是在等着我们都被咬吧？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。我如果没猜错，你就是我们之中隐藏的丧尸。大黄老婆和小萝莉都是被你咬的。胡说！那为什么你的镜片会出现在窗台上？之前在窗台上看到的黑影也都是你吧？这都是你的猜测，你把证据拿出来呀！眼镜男冷笑，想要证据是吧？给你。
我猛地把手伸过去，突然想到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丧尸遇新鲜血液会发疯的新闻。刚小刘和大男孩在看到的时候毫无反应，那就只剩鲜红的血液又一次从我的手心里流出来。眼镜男看到血，脸上的表情瞬间定格，然后强行把头扭向一旁。你怎么了？不敢看？我再次把手伸到他的眼前，眼镜男却一下子闭上眼睛，艰难地说：我晕血。他的嘴唇肉眼可见的变得苍白无比。突然他猛地睁开眼睛，眼睛里写满了戾气。果然是他。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眼镜男突然以极快的速度朝我扑来，幸亏小刘手疾眼快地挡在了我的面前，拼尽全力将挣扎的眼镜男推出了窗外。刘哥，你的胳膊！惊魂未定的大男孩突然吼了出来，顺眼望去，小刘的胳膊上有一道很深的牙印，慢慢渗出了黑色的血迹。我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，着急的不知所措。刘哥，你肯定会没事的。大男孩也红了眼眶，微微颤抖着。你们别怕，变异应该还有一会儿吧。小刘故作轻松道，顺势将自己的身子靠近了窗户。很抱歉，没有照顾好你们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们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喘着粗气，短短几分钟时间就经历了生死离别。我不是圣母，可这么久的朝夕相处，我早已把他当做了亲人。他不光收留了我们，还一直都为我们无私奉献着，而我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，内心痛苦不已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和大男孩继续生活在驿站里。昔日热闹的驿站变得格外冷清。一日，我们正在拆快递，门口传来了一阵敲门声。我和大男孩戒备地看着彼此，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。我们是救援队的，屋里有人吗？你们已经安全了。这句话在我的梦里出现了无数次。我们踉跄地跑到门口，玻璃窗外站着穿着救援服的人员。当我再次走到了驿站门口，大男孩在门口往车上搬着快递。姐，你来了。哦，之前还没拆开的快递我现在送去，但拆开的那些快递你还要再核对一遍，看看能不能联系上主人。没问题，刘哥交代的事情必须圆满完成。说完这句话，我们都愣住了。几秒后，大男孩惊喜喊了一句：姐，你看，路边的树都发芽了。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淡淡的绿色映入眼帘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满眼都是眼前的景象，好喜欢这温暖的感觉，仿佛一切都充满了希望。如果3天后将要爆发丧尸病毒，你会做哪些准备？虚掩的门外，电焊枪呲呲冒着火花，李彻沉默的背影在明灭的火光中显得十分诡异。他竟然在封阳台。与此同时，手机上传来了一条快递驿站的推送，您男友购买的商用大冰柜正在派送中。我故作镇定地将房门轻轻合上，这条推送不禁让我更加慌张。而今天是我与男友冷战的第4天，我登录了我们关联的快递账号，不翻不知道，他不光买了3台商用大冰柜，还买了剔骨刀、固体酒精、磨刀石、防雨布等。我忍不住浑身发冷，昔日亲密无间的另一半，现在却让我感觉如此陌生，脑子里也浮现出不少刑事案件。而就在此时，门外的声音停了，脚步慢慢靠近，我握紧把手，大气不敢出。苏童，咱们账户还有多少钱？他声音低沉，没有要进门的意思。我双唇微微颤抖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下午想去买些东西。说着，他突然转动门把手，我立马尖叫出声：别进来！你别生气了，我买完东西就跟你解释。李彻声音满是无奈，我攥紧手机，差点没吓得哭出声。前几天跟他吵架，也是因为他不知道从哪里拉回来一台2手发电机，那台发电机又笨重又占地方。问他为什么买发电机，他却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。现在看来，只怕是他早有计划了，连异常用电这种事都想到了。门铃叮咚一声，他顿了一下，转身去开门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哆嗦着编辑短信准备求救。对，是我预约的下水管道改造，最近管道老是堵。啊，对了，我们这儿3楼能不能单独走管道？钱不是问题。不一会儿，厨房里叮叮咚咚地拆了起来，声音也越来越大。我盘算该不该直接冲出去求救。焦灼之际，李彻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外，他接下来的话夹杂在嘈杂的施工声中，却清晰地让我汗毛直立。苏童，还有3天末日就要来了。我坐在副驾上，李彻一脸凝重，像是他口中说的末日真的要来临了一样。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我傻傻回过神，荒谬感盖过心中的恐惧。电视剧看多了还是小说看傻了？哪有什么末日啊？苏童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骗你。红灯前，李彻看着我的瞬间，我被震撼住了，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严肃的样子。你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我分享给你的报道？我想起那篇不明原因病毒导致正常人丧失理智的报道。那报道是真的？你别跟我说你买发电机和冰柜是为了囤物资。是。封阳台是为了防止丧尸入侵。对。那改装下水道、买酒精、砍骨刀
绿灯亮起，李彻冷静地解释：改装下水道是为了保证以后卫生间不堵，酒精是保证火源，砍骨刀是为了将买来的肉类分装。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我呆愣地看着前方，其实此时我内心已经动摇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，还有3天，所以我们现在得做好准备。没过一会儿，我们就到了超市门口。苏童，我们的存款有30万，暂时花在食品上的预算是10万元，所以距离超市关门还有……他看了一眼手机，3小时15分，我们走。说完，他推着购物车就冲了出去。我愣愣地看着他的背影，7年的感情，就算是假的我也认了，陪他疯一回也不是不行。我咬咬牙，也推着车直奔速食区，直接装了满满一车的速冻饺子。未来如果被困在家里，很难买到新鲜的蔬菜和肉，这些速冻食品至少能够保证营养均衡，保质期还很长。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，李彻买3个商用冰箱是多明智的选择。随手又拉过一辆购物车，一边走一边盘点还需要什么。超市的导购员看到我一个人拉着2辆车，不看价钱的往购物车里一通扔，热情地跑过来，伸手接过其中一辆。小姐，您怎么买这么多呀？您还需要什么？我多叫几个人帮您装。我开养老院的，用得多。我随口编了一个理由。随后我到了粮油专区，让一旁的工作人员搬了10袋大米，紧接着花生油、菜籽油各提了4桶。转向面食区时，我在货架旁看到了李彻，他的购物车里放了2袋子面粉，正茫然地看着人群。第2站我奔向泡面区，5连包的泡面除了藤椒味的全来了几包。旁边的罐头区域，我扫荡了一波鲮鱼罐头、红烧肉罐头，还有大罐的榨菜、剁辣椒买2送1。我顺手也拿了2罐。2个大姨看到我的购物车，忍不住窃窃私语：今天超市打折吗？咱们怎么没听说？我尴尬地冲他们笑笑，说自己有收藏罐头的癖好。抬眼瞥到李彻，看到他直接搬了一箱午餐肉、火腿肠、腊肠、腊肉等，他也买了很多，各种鲜肉也买了一大堆。见他哗啦啦地往购物车里装，周围的人都看懵了。一个大哥忍不住嘟囔：这是来超市进货了。我自然也不能落后，各种酱料、洗衣液、塑料袋、洗手液、卫生纸、餐巾纸，我都买了足够3年的量，还有足够我用到绝经的卫生巾。鸡蛋、皮蛋、鸭蛋也拿了几10个，这些未来末日只能打打牙祭，不能当饭吃。随后我去了零食区，又囤了一车零食。在出口等着李彻时，我身后已经排着25辆购物车，全是食物及各类生活用品。他姗姗来迟，因为买的足够多，以至于惊动了超市经理。经理再三确认我们要这些东西后，专门开了好几个口子来结算，并找人帮我们用箱子打包好。毫无疑问，这种大采购的方式是真爽。经理说要派车直接给我送回去，本来我答应的话都到了嘴边，李彻轻轻拽动了我：不用了，你帮我一部分的东西搬到超市的地下车库，晚些我们会来拿。我思索了片刻，就明白了他的用意。我们不能向任何人暴露位置，毕竟末日之下最可怕的不一定是丧尸，也可能是人性。李彻又租了一辆面包车，一趟一趟的往家搬。得益于我们住的地方偏僻，大多人睡得比较早，除了门口会有保安以外，晚上很难碰到居民，否则让人看到我们搬了这么多物资，以后恐怕会有大麻烦。我独自开车回去的路上又想起了我们忘记买饮用水了。路上我分几次从不同地方买了70-80桶装水，为了不让人看出端倪，我分批运输，从地库用小车拉回家。几趟搬运下来，我已经累得腿发软，手也抬不起来。忙完的时候已经是半夜12点，我又累又困，草草洗漱后准备回房睡觉。半夜我起床上厕所，经过次卧时，看见虚掩的房门还亮着灯，李彻在组装货架，冷峻的面庞下透露着一丝忧伤。我愣了片刻，默默回了房间。隔天早上，我被一阵敲击声吵醒，2个安装师傅出现在了我家，正在安装安全系数比较高的金属门。在他们一顿操作完之后，我和李彻又准备出门囤物资。我们先进了药店，李彻就向店员说了一大堆药名，店员惊呆地瞪大了眼睛。我还需要一些外伤用药，碘酒、纱布、酒精、云南白药什么的，麻烦您帮我配齐。店员好奇问了一句：您买这么多药是要做什么用的？我们准备自驾旅行，所以提前做好准备。我脸不红心不跳地说。店员羡慕地点了点头，把配好的药都放进纸箱里。从这家药店出来后，我们又去了其他药店，将之前的药品又买了一份，限量的药品也储备了一些。随后就直奔电玩城及书店，存满了10个固态硬盘的娱乐节目，以及买了些纸质图书后，就全都搬回了家。在收拾东西时，我打开电视放着声音，突然一则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据了解，今日麻吉医院病人突然伤人，造成5人受伤。配图是一个面目狰狞、眼神血红、大张着口流着口水的男人。李彻，这就是之后会爆发的丧尸吗？是，这下你相信我了吧？李彻望着电视喃喃自语，原来在这会儿就已经开始了吗？我看着他，李彻，咱们是不是应该也告诉一下别人，末日要来了？电视里面的新闻播报还在继续，被病人咬伤的人员已经安排妥善。听了我的话，李彻犹豫了一下，拿出了手机递给我。我前几天就发布了消息，你看看吧。
我拿过手机，看到他写了一篇文章发布在网上，在文章里他引用了之前手机发布的那篇报道，讲了一些如果丧尸爆发会出现的惨状，告诉大家丧尸在不久后爆发，希望大家有所准备。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，咱俩又没什么亲戚，跟朋友也有讲过，他们更多的也只是认为我是开玩笑。他无奈地看着我，我继续往下刷。这篇故事热度还是有的，有人说这是危言耸听博取流量，大部分人都当作看故事一样嬉笑着说博主有妄想症，也有今天回复的估计是看到了新闻，表示很有道理，马上去囤物资。我抿了抿嘴，确实当时李彻跟我说的时候我也质疑过他，哪怕现在我也只是信了大半。我叹了口气，一切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。一声巨响把我吵醒，我猛地睁开眼睛，还没天亮吗？我皱了皱眉，竖起耳朵听着动静，外面十分嘈杂，撞击声、爆炸声、哭喊声夹杂在一起。突然一股气味钻进鼻腔，烟糊味，什么东西烧焦了吗？我一路嗅到客厅，家中这股烧焦的气息无处不在，应该是从外面传进来的。想到这，我拉开阳台的窗帘，我瞬间惊呆了。马路上抛锚了好几辆汽车，浓烟有一半是从汽车散发出来的，巨大的火光从对面的门店炸出。抛开浓烟，还有人在奔跑，楼下一堆人围在一起不停地攒动，奇奇怪怪不知道在干什么。但诡异的是，我没有听到一个人说话，更多的是奇怪的咀嚼声。我愣怔地看着楼下，满目疮痍。突然一阵痛苦的惨叫声让我浑身血液冷凝，我浑身止不住的颤抖。下一秒，一个丧尸猛地转过头，我看到他一双毫无生气的眼睛里带着原始的饥渴。丧尸真的爆发了，我整个人呆若木鸡，冷汗呼呼的往外冒，连后退的勇气都没有。李彻从身后拉上的窗帘，直接将我搂在怀里，捂住了我的眼睛。我会变成他那副模样吗？说这句话时，眼泪灌进了我的嘴里，又咸又涩。听了我的话，李彻却突然红了眼眶。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我和李彻的手机突然响个不停，业主群里无数条消息涌了出来，所有人都很恐惧和无助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拍电视剧还是玩真的？怎么可能是假的？现在一打开窗子全是血腥味儿，我亲眼看到802的老太太倒下的，要不是我跑得快，怎么办？有人报警了吗？现在满大街都是丧尸，估计警察都忙不过来了。我们单元门口有僵尸在撞门，早知道会有僵尸爆发，我说什么也不买1楼。我才大学毕业，还没谈女朋友，不想这么玩完了。别出声，1、2个肯定撞不开的，别让更多丧尸听见。突然间，101在业主群里发了一段语音，我颤抖着手点了进去，接着一声凄厉的惨叫声传来，还伴随着生肉的咀嚼声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没事吧？我焦急地打下这行字，回答我的却是死一般的寂静。2分钟后，202发来一个视频，视频中4个丧尸僵直地站在门外，机械地撞击着门板，其中有个丧尸我认识，他就是101的小伙子。我的脑袋嗡的一下，感觉自己离死亡真的不过一步之遥。我窝在床上浑身发抖，尽管盖了2床被子，依旧感觉冷得不行。李彻端了杯牛奶进来，看着我此时的状态，他叹了口气，苏童，你得调整好自己，这些画面在未来将是常态。我咬着牙点了点头，伸手接过李彻手上的牛奶。下一秒，外面传出一声女人凄厉的惨叫，我吓得一个机灵，内心的慌张险些把杯子摔在地上。我茫然地看着李彻，李彻拉住我的手，鼓励地看着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怯生生地走向门口。猫眼中，一个丧尸正在袭击404的夫妻，女人已经被丧尸抓在手上，眼看就要一命呜呼。她不停地向男人求助，男人胆怯地站在门口，尽管手里抓着木棒，却迟迟没有动手。突然间，男人咆哮着发狠一般，将女人和丧尸一同推出了门外，然后死死地反锁了门。听声音，貌似还把重物堵在门口。门外，女人的惨叫写满了悲怆，我的心里像塞了一团棉花，闭上眼睛，难受的想哭。被爱人亲手推向死亡，一定无比绝望。此时群里再次发来消息，我们家里没来得及储备食物，谁有吃的我花钱买。我家里有水果和啤酒，能换几袋方便面吗？想要买食物的发言在群里层出不穷，不过一个卖家都没有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眼下食物比钱金贵得多，在自己出不去，外人进不来的情况下，钱就是废纸。几分钟后，物业发来了一条群公告，各位业主不要恐慌，请大家躲在家里不要出门，我们会想办法把物资送到大家手上，让大家都能等到救援来的那一天，加油。看完公告内容，我和李彻苦笑着对视了一下，此时大家都是泥菩萨过江，这只是物业宽慰大家的场面话罢了。不过依旧有人天真的迎合着。几天的时间悄然过去，得益于我们之前囤的货，我们不会饿着肚子，但是我总有些没胃口。昔日热闹的小区静悄悄的，仿佛被人按了暂停键，不时传来的惨叫声和剧烈的撞击声依旧让我心悸。我坐在沙发上发呆，祈祷这场噩梦赶紧醒来。门口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，门外的难道是丧尸？
我用力地将自己抱紧，抿紧嘴唇，不敢发出一丝声音。不要怕，丧尸不可能这么有礼貌。李彻小声地对我说。敲门声再次传来。苏童，我是你楼上的赵姐，你家里有白菜和土豆吗？能不能卖给我一些啊？赵姐轻声说话的声音传了过来，听到是她，我的心情放松一些。刚想搭话，李彻却拉住了我。别乱说话，如果让他们知道咱们家有物资，会有大麻烦。李彻的话让我一愣，我捂住了嘴巴，但又有些疑惑。李彻也认识赵姐，她总是温温柔柔的，偶尔还会来我家串门。可为什么现在李彻说他不是好人？还有他们是谁？苏童，我前几天看到你和男友搬食物了，咱们邻居一场，相互帮帮忙吧。听到屋内没说话，赵姐低声细语的声音又传来了。我有些诧异，当初为了防止别人发现，我们特地选在了半夜运输物资，甚至都用纸箱子打包好了。她为什么会知道？李彻示意我往外看，猫眼里，赵姐的眼睛左顾右盼，带着恐惧与焦急。不对，她的眼神总是往右侧在瞄。我吓得冷汗冒了出来，她的身侧有人。猛然间，赵姐用力的砸门声响起，我吓得差点喊出声，心扑通扑通狂跳起来。苏童，我知道你在家，给我点食物吧，求你了。她砸门的声音依旧没停。突然，门外传来一阵丧尸的吼叫，紧接着就是凌乱的脚步声，一个男人骂骂咧咧的声音响起。要不是你说他借物资，我会陪你走这一趟吗？这么危险你还砸门，赶紧给我想办法，不然老子拿你去喂丧尸！哥哥，我已经想到办法了，你们再给我次机会吧。赵姐唯唯诺诺的话越传越远，我紧张的心都要跳出来了。所以他们是来抢夺物资的，好像还不止一个人。如果开了门，那我和李彻岂不是很危险？我看了眼李彻，再次庆幸他的未卜先知。李彻，你说赵姐是被威胁了吗？不管他是不是被威胁，他有预谋来咱家，这个事儿你不可否认。我咽了口水，下意识地点了点头。就在我以为这件事结束的时候，业主群里突然发来一条消息，是赵姐发的。二幢2单元402的业主家里有很多食物，我亲眼看到的，大家赶紧去找他。这条消息瞬间让群里炸开了锅，开始有人疯狂艾特我们，能不能卖我几斤猪肉？女朋友想吃涮锅，能不能帮个小忙？我们想做个饱死鬼，小姐姐帮帮忙吧。家里没米没油，拜托了！看着蜂拥而来的消息，我的脑袋也像炸了一般，疼痛难忍。李彻的眉拧成了一个川字，脸色像锅底一般黑。赵姐这招真狠，一下子让我们成为了众矢之的。如果我们抵不住压力，拿出了物资，虽然他们分到的少，但总归最后还是能拿到。我们和502的业主之前有些不愉快，他说的话大家不要当真，我们也没有存货。我明白大家对物资的渴求，可的确是爱莫能助。我不想让事情变得复杂，于是在群里发言，然而并没有平息赵姐挑起的争端。有就拿出来吧，扭扭捏捏的算什么？要是我有，肯定大大方方和别人分享，毕竟患难见真情嘛。大家都是邻居，远亲不如近邻。你今天伸出援手，以后遇到难处大家也不会袖手旁观。现在可不是自私的时候。看着群中的消息不断，我气得浑身发抖。总有人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储备物资的邻居接个龙，大家看看一共有多少食物，也好合理分配一下。李彻的消息刚一发出去，群里顿时鸦雀无声。几分钟过去了，没有一个人参与接龙。李彻无奈地冲我耸了耸肩，看吧，这就是人性。门外丧尸的低吼声传来，刚刚赵姐的敲门声引来了许多丧尸站在门口徘徊。他们应该进不来吧？我的双手全是冷汗，惊恐地问李彻：这门我提前做了加固，材料结实得很，就算他们撞门也不可能打开。李彻扶着我回了卧室，拿出手机放着我最爱看的节目，可我的心里乱极了，一眼也看不进去。我忍不住又瞄了一眼业主群，群里依旧静悄悄的。李彻说完后，再也没人发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窗外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，是重物落地的声音。我忍不住拉开窗帘张望，一个女人怪异地趴在绿化带上，周围有一大滩血迹。对面5楼开着的窗户前站着一个男人，正低着头向下张望。一些丧尸也闻声围了过来。难道女人是被他扔下去的？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我的眼前一黑，不小心撞在窗框上。男人猛地抬起头看向我，然后冲我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。我吓得吞了吞口水，慌乱地将窗帘合上，两只手用力按住胸口，泪水不受控制地冒了出来。他应该是考虑到家里的食物不足，选择了自保。李彻冷静地分析，我们会不会也是这个下场？不会，哪怕就剩最后1粒米，我也会给你吃。我走进卫生间洗脸，拧开水龙头，一滴水也没有流出来，停水了。李彻也走了进来，苦涩地看着我。还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，电也断了。得亏我们之前有所准备。我和李彻小心翼翼地开启发电机，发电机搁在大阳台上隆隆作响，我们也不敢一直开着，总害怕声音会引来很多丧尸的围观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丧尸的数量越来越多。丧尸群中我看到了很多熟悉的身影，看着他们猩红的眼睛和面无表情的脸，还是会有些难受。
渐渐的，我开始适应了这种生活。为了消磨时间，我每天都会找一些下饭剧来看。一天半夜，我睡得迷迷糊糊，突然听到窗外传来激烈的争执声。我好奇地拉开窗帘，月光下，2个精壮的男人朝着妇女挥舞着手里的木棍，伸手抢走了她的手提袋，并把她推向了围过来的丧尸群。这似乎已经是末日之后的常态了。人性在末日爆发之后暴露无遗。我拉上窗帘，叹了口气，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看到这种场景，我心里已经没有太大的起伏了。这是冷漠吧？我心底自嘲一声，可我知道自己救不了他们，甚至可能会因此把自己和李彻的命搭进去。李彻不知道什么时候也醒了。躲避丧尸已经很难了，如今还要防备自己的同类，真是悲哀。活着不易，我只想好好的保护着你。李彻的话音还没落，厨房里突然传出来一声异响，他赶紧跑过去查看，我也跟了出去。透过厨房推拉门看去，窗户上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滚动，一种不好的预感让我的心颤了2下。李彻冷着脸将我拉到身后，咬了咬嘴唇，我去看看，你把卧室的门反锁上。他提着一把剔骨刀，正要打开厨房门，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。李彻，回卧室，锁好门。我咬了咬牙，回到卧室里，拿出一把电锯，哆哆嗦嗦的又往厨房里走去。窗户上一个丧尸正用力的把脑袋往缝隙里塞，焊死的钢条成了他的阻碍。他的面容扭曲，眼睛通红，嘴里流着褐色的咸水，张开嘴咬住钢条，用力的撕咬。我深呼了一口气，闭上眼睛，高举电锯，直到丧尸跌落下楼，我的眼睛也不敢睁开，一屁股瘫坐在地上。我的2腿发软，几乎是被李彻拖回卧室的，直至离开都没敢回头看一眼。接下来的几天里相安无事，我和李彻放松了一些。为了省电，我们先消耗掉了冰箱里的食物。原本我们可以安全地窝在这个小家里很久，可是谁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。半夜，客厅传来一阵轰隆巨响，接着是重物坍塌的声音。我吓得从床上猛地坐起来，李彻先我一步跳下床，将电锯紧紧抓在手里，我也挑了个顺手的棍子。客厅里一阵嘈杂，还有人在说话。李彻猛地拉开门，客厅里竟然站着4个男人。手电筒下，我看清了他们的脸，其中2个人就是那晚抢夺母女食物的恶徒，还有一个竟然是之前推女人下楼的那个坏人。我内心一阵吐槽，人渣怎么都聚在一起了。我看着家里被毁掉的墙，用力地握紧武器，不自觉地吞了吞口水。你们想干嘛？李彻冷冷地问。哼，要不是那娘们儿保证说你家有吃的，我们也不至于费这么大力气进来。哼，安全措施做得挺好啊。带头的男人嘲讽着望了望四周。我们是反丧尸联盟的，来你家收点保护费不为过吧？放心，我们只拿物资不杀人。我去你大爷的，说的冠冕堂皇，你们这群人渣！多日以来看到的场景让我积攒的怒气一下子爆发了。李彻诧异地瞥了我一眼，嘿，小娘们儿还挺凶，老大别跟他们废话，干他！你可以试试。李彻用力拉响电锯，电锯的嗡嗡声尽管让他们有所忌惮，可毕竟对方人多势众，很快将李彻逼到了墙角。我挥舞着手里的棍子，也去帮李彻的忙，趁着他们不注意，一棍子朝着其中一个男人砸了下去。猛地倒地声，身旁的男人回手就想给我一棍子，就在他的木棍朝我的脑袋招呼过来时，李彻猛地大吼出声：住手，别碰他，屋里的东西你们随便拿，不要伤人，不然我不会放过你们。李彻发狠的眼神看着他们，男人身形愣了一下，棍子在离我仅半米的距离停了下来，他的眼睛看向了他们带头的那个光头，光头似乎被李彻凶狠的样子吓了一跳，转头踹了一脚倒地的男人。废物，连个女人都打不过。随后便开始指挥剩下的人搬东西，很快屋子里的东西都被搬走了。李彻万念俱灰，抱着我喃喃自语：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没事的，李彻，只要我们活着就有希望。食物被抢走后，李彻先把被凿开的墙面封了起来，但他整个人也颓废了不少。尽管我不停地想逗他开心，可他的脸上依旧布满愁云。清晨，我被一阵细碎的声音惊醒，猛地往身旁看去，李彻并不在身边，我心中隐隐不安，蹑手蹑脚地下了床。次卧里，李彻正在用保鲜膜包扎他身上的伤口。你要干什么？我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他将保鲜膜扔在地上。李彻有些不自然地瞟了我2眼，然后将保鲜膜捡起来。你到底要干嘛？这样伤口不容易愈合，容易感染的。我有些生气地说：我出去找食物，你在家里乖乖听话。果然如我所料，李彻是担心自己的伤口会引来丧尸。不行，要去一起去，否则谁也别想出这个门。外面的局势很不明朗，我不想你跟你一起冒险。李彻目光深沉，语气里有一丝沮丧。你不是已经见识过我的杀伤力了吗？肯定不会拖你后腿的。我拽住李彻，坚定地说。李彻了解我的性格，知道我肯定不会让他自己出去。他盯着我看了许久，终是无奈地点头。你可以出去，不过有一点必须记住，
尽管我们出来的目的是拿物资，但也不要把自己置身险境，保住这条命是最要紧的。李彻严肃地对我说。我点了点头。为了方便逃跑，我们换上了跑步鞋和运动衣。出门前，李彻把拖把拆了，将2把刀分别用胶带牢牢固定在木棒上。他说这样用起来更顺手，威力更大，远近皆宜。又用胶带将我们的4肢牢牢绑定起来。原本我想带着电锯，可李彻说他太重，声音也大，没准引来更多丧尸。准备妥当之后，我们打开尘封2个月之久的大门。我和李彻的心情都有些沉重。我们一路走得小心翼翼，昔日热闹的大街很萧条，根本看不到一个人影，到处弥漫着腐肉的味道。庆幸的是，一路上我们没有遇到丧尸。超市架子上的蔬菜水果早已经腐烂，苍蝇和虫子爬得到处都是，周围货架上也早就空了。外面的估计早就被抢空了，我们再去仓库看看。记住，只需要找清单上的东西就行了，小心一点。仓库内也遍地狼藉，黑暗的空气中显得十分潮湿。我们小心翼翼地往前摸索着，终于还是发现了一些可以食用的东西，散落在一堆箱子中间。之前人应该走得匆忙，正好还给我们找到了。再翻一遍，注意安全。我直接把还没有过期且能填饱肚子的食物装进袋子里。就在我感叹自己的好运气时，旁边突然晃出一个影子，我惊出一身冷汗，下意识地抽出刀，冲着那个身影的命门砍去。丧尸突然发出刺耳的吼叫声，血溅的到处都是。我还来不及松一口气，李彻突然大喊：“小心右边！”我拎起刀直接向右横劈，李彻用力踢倒身旁的货架，将另一个丧尸砸在下面，然后直接举着剔骨刀结束了他。你没事吧？李彻慌乱地把我拉到身边，仔细检查我身上是否有伤口。我没事儿。确认我安然无恙后，李彻才松了一口气，抬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。可惜没过一会儿，我就听到一波丧尸的吼叫声，一定是刚才的动静招来了他的同伴，快跑！李彻颤抖着拉着我往大门处跑去，迎面过来了好多丧尸。我和李彻开始拿刀抵着他们，得亏他们只靠着本能行动，但我们也没占到半点便宜。我们几乎精疲力尽，有一个丧尸直接扑向我时，我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多亏李彻冲过来将他撞向一边，拉着我迅速跑出超市。跑出一段距离，我看了眼李彻，他的脸色有些苍白，却始终带着笑意。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一面。终于回到了家，李彻撒娇着说想吃我做的饺子，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似乎疲倦极了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我摸了摸他的额头，并没有发烧。我看到刚拿到手的食物，我点了点头。第一盘饺子出锅，我让他先吃，不用等我。等我在煮第2盘饺子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大门关上的声音。我跑出厨房看去，桌上只放了一双筷子，一盘被吃了2、3个的饺子。屋子里一片寂静。陡然间，我回忆起李彻猩红的眼睛和他一直捏紧的左手，他被丧尸咬了。我当时真的太紧张了，竟然忽视了这个细节。看着空荡的房间，我手里的餐盘一下子落在地上，心也像被人挖去了一角，疼得不能自已。李彻，你这个混蛋，到底去哪里了？没有你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伤心地缩成一团，喃喃低语。李彻的离开让我的世界失去了色彩。我无数次想要轻生，最后都放弃了。我并不怕死，只是不想让李彻失望。渐渐的，我适应了一个人的生活，也学会了如何在这个凄凉的世界生存。可心里的缺口一直还在。我甚至天真的想，李彻一定藏在某个角落看着我，突然有一天他会跳出来说：“苏童，我回来了。”李彻消失的第35天，我在衣柜里发现了一封信和一个精致的盒子，是他的笔记。苏童，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末日危机是不是已经解除了？就算没有解除也没关系，我相信你的能力，你一定会好好的活下去。末日的这些日子，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意外，我很后悔当初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，让你过得更好一些。之前你一直好奇我为什么能够未卜先知，今天我来告诉你答案。因为末日的种种，我已经经历过3次。我总是想让你活下去，可是阴差阳错下都失败了。于是我不断的重生，只是想保护你。这是第4次，我终于扼住了命运的咽喉，把生的希望给了你。苏童，我爱你，你一定要勇敢，要坚强，我相信你是可以的。万物终会消失，爱永存人间。苏童，这场游戏的结局必须是你幸福的生活下去。李彻。泪水早已经浸湿了信纸，我将信紧紧地贴在胸口的位置，轻轻地说：“李彻，我想你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”随后我又将盒子打开，里面是一枚戒指，上面有我和李彻名字的缩写。我将戒指戴在手上。李彻，你说过会娶我的，我等着你。为了活下去，
我又溜出去寻找食物，因为没了李彻的保驾护航，我更加小心翼翼。大概是李彻的庇佑，我没有遇到一个丧尸，只是在回来时路过一个大仓库，我看到反丧尸联盟又一次欺负同类。这次他们下手的是个年过半百的老人，大家都称他宋老师。他退休前是麻吉一中的化学老师。几个人把老人团团围住，然后嬉笑着将老人的食物在半空中抛来抛去。老人无助地徘徊在几个人身边。你们行行好吧，我老伴病了好几天了，要是再不吃东西，那真的会死的。老东西，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活着做什么？简直是浪费粮食！你们是不给我留条活路，那大家谁都别想过。老东西，还敢威胁我们？真以为我们不敢打你啊？光头伸手就给了老人一巴掌。我在大门后看得咬牙切齿。说着，老人从包里掏出一枚自制炸弹，绝望的引爆，瞬间火光四射，几个人被炸得东倒西歪，惨叫声不绝于耳。很快，动静引来了一群丧尸，还活着的2人往我这个方向跑来。我愣了片刻，使出吃奶的力气关上了大门，并锁了起来。一阵惨叫声传来，这几个人估计已经成了丧尸口中的美餐。在攻击他们的丧尸中，我看到了之前那个几个被欺负的女人。因果循环，这就是报应。我开始习惯了每天写日记，我想等到再见李彻时，把他这段缺失的时光补上。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来临。终于，3个月后，大街小巷忽然开始循环播放着消息。尊敬的麻吉市市民，你们好！很开心地告诉大家，科学家已经研制出了解药，苦难已经过去，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。世界也重新启动，建立新的秩序，欢迎来到新世界。不久后，死气沉沉的街道开始热闹起来，他们的表情很丰富，彼此打着招呼。他们是人，不是丧尸。眼前的画面让我的眼泪不停地往下淌，我欢呼着打开了窗户，新鲜的空气代替了之前的腐臭味，我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笑意。丧尸末日给人们带来的创伤很大，许多人选择搬离麻吉这个城市，我却一直留在这里。我问了很多从丧尸异变回来的人类，可他们都说没看到过李彻。许多人让我放弃，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丧尸都能幸运地等到解药。我笑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。冥冥中，我觉得李彻一定会回来的。一天清晨，厨房里突然传来响动，难道是丧尸又一次爆发了吗？我吓得又是一身冷汗，提着武器摸下了床。厨房里，一个男人的身影在攒动，他利落地搅动着粥锅。这个画面在我的梦里出现过无数次，我的眼睛瞬间湿润了。李彻，我哽咽着小心翼翼地喊了一声。男人转过了头，微笑着看我。苏童，我回来了。